如果你是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，你应该买新加坡的医药卡还是马来西亚的医药卡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欢迎收看保险知多少。好的，在我们进入话题之前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分析的表啊。根据 YouTube 的这个 Analytics 来说呢，保险知多少的 YouTube 频道呢，有 1.98% 的人呢是在新加坡观看的。那么在新加坡观看的话呢，他也不一定是新加坡人。OK， 他可以是马来西亚人，他可以是很多国家的人。那么呢，就有一个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呢，就传了我一个简讯，问我这个问题。他说他是在新加坡工作的一个马来西亚人，今年才20多岁。他也有打算说呢，在新加坡申请这个永久居留权或者是 PR，也有想过要做新加坡公民，但是申请到来可能是几年后的事情了。他就有一个顾虑，不懂是要买新加坡的医药卡啦，还是买马来西亚的医药卡，还是两边都买。那首先呢，跟大家讲呢，这个顾虑呢是非常的普遍的，尤其你是马来西亚人，然后你是在新加坡工作。我的建议非常简单，你在哪一个国家工作，你就必须要在哪一个国家投保一个医疗保障。就算是你的工作岗位的老板啊，有给你这个公司的这个医疗的福利呢，你自己尽可能都要在那个工作地方的国家呢买一个医疗保障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有什么 emergency， 有什么紧急的事件、紧急的疾病，或者是大几率事来讲呢，如果你发生车祸的话呢，你没有可能跑回来马来西亚医病的，你肯定是在你工作的那个国家，这个比例来讲就是新加坡啦，你肯定是在新加坡求医了的。那么在新加坡求医，如果你有医药卡的话，当然也是一个方便，它的运作跟马来西亚差不多一样的。那么你到底需不需要在马来西亚又买一张医药卡呢？我给他的建议非常简单，如果你想要回来马来西亚退休，或者是如果你觉得你在新加坡不能发展下去，你要回来马来西亚的话呢，那么呢，我就劝你在马来西亚买一张医疗保障，不需要太高的，中等或者是 minimum， 最基本的就好了。因为你工作的地方新加坡，你必须要买比较 OK 一点的。为什么两边都要买呢？其实很简单的，如果你发生了一场病，你要你的家里人呢从马来西亚老远的跑去新加坡看你啊，还是你想要回来马来西亚求医，因为比较靠近你的家里人呢？这个是要考虑的一点。第三，最重要是你要知道到最后你会在哪一个国家继续生活下去，你想要在哪里发展，你想要在哪里退休，你想要在哪里求医，那个是很重要。当然，如果你已经是新加坡公民了，你在成为新加坡公民之前，你在马来西亚投保了过后呢，你成为新加坡公民过后，你就必须要跟保险公司讲说你已经换了你的这个公民，然后呢就必须要在你马来西亚的这个保险那边做出一些调整。那么呢，这个东西呢不只是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。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，广东话叫做国歌国歌给国歌国歌给国歌。如果你是在泰国啊、菲律宾啊、印尼啊，甚至美国、英国工作，然后你又还是马来西亚人的话呢，你可能就会考虑到这个问题。所以总结必须要考虑的有几个要点。第一呢，你必须要在你工作地方的国家自己买一份医疗保障，因为那个是最重要的。第二，你必须要搞清楚你是否要回来马来西亚继续生活，或者是继续发展。第三，如果你决定了你以后会在什么国家发展，什么国家定居下来呢，那么呢，你就可以在那一个国家的保险呢，把它的保障提高一点点。
但是如果你还在那边考虑不懂要在那个国家啦，还是要在马来西亚的话呢，我是劝你呢，在工作的那个国家呢买稍微高一点点的，在马来西亚呢就买基本的。如果你的经济能力允许的话啦，可以买大一点点都无所谓，因为呢保障呢没有人嫌多，只会嫌不够。如果你觉得这个 video 可以帮到你，还有其他人的话呢，就请你按 like 分享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不要忘记去我的 Facebook page like 一 like，顺便share 出去给更多人看。谢谢收看。